家宴醉酒，我拍桌子大喊：陆菲菲大腿内侧上有个疤，是我啃的。哦，哎呦，那你啥时候给我当女婿啊？哼，我宁愿当姑子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白眼狼。天下女人死绝了，我也不会娶你的。后来我留学回国，父母让我去接她来家里吃饭，却在酒吧看到了她新交的男朋友。得知我是找陆菲菲的，男人推搡着将我推到门口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谁不知道陆菲菲有精神洁癖？除了男朋友，其他男人看都不看一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陆菲菲，阿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错，还以为你忘记我了。这男人居然敢谈陆大小姐！怎么了？一回来就发这么大的脾气？你知不知道，为了过来找你，我遇到多少事了？我没看错吧？眼前这个人真的是平时那个陆大小姐吗？好了好了，头发这么乱的，国外现在兴这种流浪艺术家风格吗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什么事啊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回来了，好不好？你这个男朋友厉害得很呢，我是进来找你的，他就找我麻烦，还推搡我。陆菲菲，你眼光真好啊！寒暄，你动他了？谁给你胆子的？你敢动他？陆大小姐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的，是他的态度太嚣张了。还有啊，他凭什么叫你的全名？他这样就是不尊重你。我一气之下就……他凭什么？就凭我允许的。他怎么叫我，用得着你管？我本来还有些怒气，但听到他这样说，我心里就舒坦多了。我很早之前就喜欢陆菲菲了，从没见过哪个男人敢在陆菲菲面前这么嚣张，哪怕是她的历任男友都叫她陆大小姐，从没有人能得到例外。陆大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跟你的关系那么好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本来还想教训这个男人一顿的，这个样子还怎么教训？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个人真的很聪明，而且一定很了解陆菲菲，才知道这个时候疯狂道歉才是王道。行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寒暄，你说说，我该怎么处置你呢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没问清楚就动手。好了，不用打了，再这样打下去，搞得自己仗势欺人似的。走吧，跟我回去。你们想玩就继续玩，不想玩就自己散了。我先走了。对了，我手机呢？陆大小姐，您的手机在这儿呢。我看到手机之前打不通她电话的憋屈，顿时间涌了上来。陆菲菲，我之前打你电话，你居然认不出我的声音。还有我坐车来没钱给，想打电话给你求助，你都不接我电话。你手机不用的话，就回收了吧。哎呀，包厢里吵吵闹闹的，听不出你的声音很正常吗？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回国了，这么晚来找我，有很重要的话吗？以前我过年回国的时候，都不会这么热情的来找他。阿晨，你该不会是突然发现你喜欢上我了吧？这么焦急的来找我，还跟我的前男友吵架，你说你是不是想跟我告白啊？你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啊。开个玩笑都不行吗？你去了美国几年，幽默感都没了。我今晚心情不好，你敢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跟我开玩笑，你简直是自作自受。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找你开门啊，我又没你家钥匙。你打个电话给我妈啊，不但有人给你开门了，还会排队迎接你。等等，不对，你指的是我哪个家？不会是我现在住的那个公寓吧？对啊，不然我干嘛找你？我不屑地瞥着他。你要来我住的公寓干嘛？时间都这么晚了，你就算想找个地方住，去找我妈就行了。你干嘛找我啊？尽管已经隐约中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劲，但他不想证实这感觉是对的，他宁愿是错的。原来你也不知道啊，咱俩都被干妈算计了。放心放心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怎么这么突然就要和顾晨同居？我还不能接受啊！哪怕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竹马也不行啊，都没嘴里的什么。我此时没有说话，只是贴心的给陆菲菲留出消化这个信息的时间，只是站在一旁安静的等着，直到一个人气势汹汹的朝我冲过来，恶狠狠地说：喂，小子，快把钱给我！你是想赖账吗？原来是出租车司机。我突然想起来刚刚太着急了，还没给钱直接就下车了。不好意思大哥，我马上就给你。我知道我现在都比脸都干净，于是把在镜框之外的陆菲菲拉到身边。菲菲，借我点钱。我没钱了，打车费都付不起了。不信你自己看。于是我把两个兜当着他的面掏了一遍，随后摊开手。陆菲菲非常无语，只好走向司机，客气地说：师傅，他打车费多少钱？我给他掏了。司机上下打量着陆菲菲，眼神扫到她背的名牌挎包上，随后大喜：这趟真不白来，赚大了！这小姑娘一看就人傻钱多，还不是我想怎么要就怎么要。
美女，这个小帅哥打车到这儿480，然后支付码在这儿，你扫这里就行。听到这，我大步向前质问说：“你的计价器上不是48吗？从哪儿冒出来的480？大哥，你信不信我投诉啊？”我气得想要骂人，陆菲菲此时却走到司机面前，过分温柔地说：“师傅，480是吧？我扫你。”好嘞，您扫这就成。付款凭证我已经存好了，我相信很快就会用得上的。下一秒，司机笑容凝固，脸色煞白，原以为能讹点钱的，谁成想反被制裁了。我错了，你别投诉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没有工作我可怎么办啊？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就放过我吧。陆菲菲不管他的哭诉，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。片刻后，保镖赶了过来。这人勒索我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陆大小姐放心，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。保镖说完，不顾司机的反抗，强硬的架起来带走了。我看到那司机被保镖带进了一个巷子里，隐约中好像听到了惨叫声。走吧，回家。我点点头，跟陆菲菲上了他的车。只听轰轰轰的引擎声响起，车子很快的驶离了酒吧。很快，两人回到陆菲菲的高级公寓。我正要把行李拉进去，脚步突然顿了下。我转身看向陆菲菲，跟她商量说：“把我的指纹录进去吧，这样我也方便开门。”哼，就不给。凭什么要给你设指纹？我放下行李，也学他的动作，抱着手臂。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住在这里了。你不给我设指纹，我怎么进出？随后我走到陆菲菲身边，贴着她的耳朵低声调侃：“难道陆大小姐要当我的贴身管家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只为我开门关门吗？”住在这里。谁让你以后住在这里了？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？这可是我的私人领地。虽然我俩是青梅竹马，但不代表就欢迎你来入侵我的私人空间。哼！干妈让我住的，你以为我想吗？顾晨，你之前说我被我妈算计了，是什么意思？跟这个有关？哟，陆大小姐挺聪明啊，反应过来了。我肯定的点点头，调侃了一句，又怕陆菲菲生气，随后对她认真解释道：“因为我和你很快要订婚了，所以他们让我们住在一起，培养感情。”陆菲菲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和你订婚，这什么鬼啊？反正事情就是这样，具体的原因你还是自己去问干妈吧。我有点累，也懒得细说。我现在困得很，要去休息了，拜拜。说完，我对她挥挥手，拖着行李往房间走去。陆菲菲将我拽了回来。你先跟我说清楚了，不然你不许走。我顺着她的力道躺在沙发上，也不说话，就纯躺，用行动来证明我是真的疲惫。还像小时候一样气人，一点没有变。我明天给家里打电话，让我妈接你回老宅那边，我还住这儿。听到这，我从沙发上坐起，挠了挠头，不解地说：“不是跟你说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就住你这儿了，你听不明白话吗？”陆菲菲逆着我说道：“订婚什么的，我不会答应的。”那既然你不答应，就自己回去跟你爸妈还有陆爷爷说吧，我可做不来主。听到这，他又皱了皱眉。还有爷爷的事，这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看他有点烦躁，提议说：“不如你后天晚上回去一趟不就行了？有任何不理解的直接就问了。”听到这话，陆菲菲心里有点不服气。凭什么你置之度外？不行，你也得跟我一起回去。我无所谓的摊手。可以啊，反正最后结局他也是要接受的。回去也好，估计场面应该很热闹，这回不用担心无聊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早上要去学校对不对？别忘了叫我。你跟我去学校干嘛？我坐在沙发笑眯眯地对他说：“因为从明天开始，我要转学到你学校了。”陆菲菲一脸你是认真的表情，站在原地愣了许久，但我不管她，只是哼着小曲进了洗手间。等我洗漱完，换上睡衣，冲陆菲菲说了声：“我要睡了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尽管陆菲菲非常的不情愿，但也不好丢下我不管，所以还是带我去了学校。陆菲菲所在的学校属于贵族大学，环境优美的不像是一所学校，更像是一片别墅区。等到离学校还有几百米的时候，我就喊道：“停！就在这里，放我下来！”陆菲菲停了车，不解地看向我，问道：“学校还没到，你下车干什么？”我挑眉对着陆菲菲笑了一下，回应道：“因为我聪明呗。像陆大小姐你这种校园里的风云人物，我跟在你身边一起进校园以后，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所以为了避免麻烦，我就要提前下车。”陆菲菲皱了皱眉，反而更懵了。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虽然不理解我在说些什么东西，可她还是不想放过我。哟，顾晨，怎么去了趟国外，胆子变这么小了？你是真的怕麻烦，还是不敢跟我待在一起啊？一边说一边靠近我，打算看我的笑话。他身上独特的香气萦绕在我鼻尖，我红了耳根，然后眼神飘忽，大声说：“怎么可能？我还会怕他们？陆菲菲，
你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了？听到我的答复，陆菲菲露出狡黠的微笑。那走啊，一起进校园啊！走就走，谁不去谁小狗。陆菲菲没说话，只是加快速度把车开进校园。等到了停车场，我没管陆菲菲，直接就下车走了。我正在校园里边逛边等陆菲菲，也不知道走到哪，转身打算往回走的时候，一不小心跟一个戴着眼镜的女生撞了个满怀。女生被我撞得轻哼一声，灵动的眼眸泛着水光。我急忙看向女生，歉意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同学，你没事吧？”没事的，同学，也是我没看路。同学，你是新来的吧？之前在校园里没见过你。算是吧，我确实是今天刚来的。既然同学你是新来的，不如我带你去逛逛校园吧。你是一个人过来的，还是跟别人一起来的？我刚想说我跟陆菲菲一起来的，但又有点生气，不想提她，于是回复道：“我自己来的。谢谢，麻烦你了，同学。我叫顾晨。对了，你怎么称呼？”女孩眉眼弯弯的回复说：“你好，顾晨，我叫周淼。”于是这一路我们边走边聊，气氛非常融洽。此时陆菲菲把车停好，走出停车场后，没有看见我，不由得皱了皱眉，心里想：顾晨啊，顾晨，你真是一点不让人省心。我到底是找了个未婚夫，还是养了个弟弟啊？他叹了口气，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用手机打我的电话。见我一直没接，只能给校长打过去，说明了情况，随后就在校园里找我。此时的我这边，我手机早就关机了，所以并不知道陆菲菲那边找我找疯了。顾晨，你个臭男人，别让我逮到你！我和周淼聊得非常投机，然后我也了解到周淼成绩非常好，一直都是全校第一，于是随口调侃他：像咱们这种贵族大学，肯定也会有什么校花排行榜吧？看周淼，你长得好看，性格也温柔，学习又好，总拿全校第一，你肯定是校花，对不对？顾晨，谢谢你对我的认可，但是我确实不是校花，我够不上校花的资格。不是吧？你还不算校花？周淼，你长得这么漂亮都不算校花的话，等等，校花该不会是陆菲菲吧？听到我说出这个名字，周淼低下头，随后扶了一下眼镜。你知道她？她在学校的人气很高吧？听说她有很多男朋友的。你也是风云人物，虽然不同年级，但应该也认识吧？认识，但是不熟。她确实有很多男朋友，只要是帅气的男生，她都想要跟他做朋友。你也喜欢她？就她，渣女一个，我才不喜欢她。真的？还以为又是一个陆菲菲的爱慕者。但是这个顾晨在提起陆菲菲的时候，脸上没有那种爱慕或者向往的神情。这个顾晨有点意思。我才不喜欢他那种类型呢。要我选的话，我觉得你比他好。他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就仗着有钱又好看呗，性格又不好，谁喜欢他谁倒霉。周淼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评价陆菲菲，不免有些讶异的看着我，好像我是外来生物一般。在看到我做出一副嫌弃的表情时，忍不住的笑出了声。你真有意思，对我多了些亲近，没有了那种距离感。我赶紧套近乎。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在几班，周淼，告诉我你在几班吧，以后我可以常去找你玩。毕竟我才刚回国，有什么不懂的能找你吗？像周淼这样又漂亮又聪明的学霸，又这么投缘，当然要结交一番。又有能力又聪明的朋友，交几个总是不亏的，未来也用得上。可以，我在3楼教室，你有什么不懂的就来找我吧。此时我看了看校园里，一个人影都不见，应该都上课去了。我对周淼说：那我不耽误你上课了，我这种新生应该得去校长室报到，等有空再找你，拜拜。说完便往行政楼走去。另一边校长室里，校长见到我以后一愣，然后起身很殷勤地拿出水果和饮料来招呼我。顾少爷，您坐着稍等一会儿。随后走出门，给陆菲菲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陆菲菲我在校长室。大小姐，顾少爷现在就在校长室。听见陆菲菲确定知道了，还谄媚地说了一句：好嘞，大小姐您不用特意过来了，先回教室吧，一会儿我就让老师把顾少爷送到班上。等到陆菲菲挂断电话，校长才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回到办公室又打了个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就见一个男人走进来了，戴着黑色框的眼镜，很严肃的样子，恭敬地询问校长：校长，找我有什么事？这位是新转来的学生，顾晨。顾同学之前是在国外一所贵族高中就读的，成绩优异，带他去班上，他是学校重点培养对象，明白了吗？对于校长话中的含义，男老师怎么会不懂？明白了，便带着我离开了。很快我跟着男老师去到了班级门口，然后心里想，刚刚在校长室里听到校长说我成绩优异的时候，我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。不过我本来回国念书是抱着玩玩的心态，所以都不是很重要。
男老师姓魏，带我走进来，对同学们说道：“这位是新转来的交换生顾晨，做个自我介绍，让大家认识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顾晨，性别男，爱好女，以后请多多指教喽。”听到我这样的介绍，同学们都笑了起来，还有不少人开始交头接耳。我环视了一圈，想看看有没有漂亮小姐姐。我当然是要选择坐在漂亮小姐姐身边的，至少比较养眼。我心里想着，可能因为是贵族学校的关系，一眼望过去还真有几个女生长得挺漂亮的。可惜我刚刚认识过周淼，相比之下就觉得不够看了。这时魏老师清清嗓子说道：“顾晨，你想跟哪个同学坐在一起？只要对方愿意都可以。”老师这话一说出来，让在场的女生都激动地站起来，七嘴八舌。顾晨，你来跟我坐吧，以后我每天帮你买早餐好不好？我成绩很好，你来跟我坐吧。以后学习上有问题，我都罩着你。还有每天的零食我都给你买。帅哥，我随便你使唤。此话一出，惹得其他人给他嘘声。我觉得他们都很有趣。想了想，开口问道：“我们班上哪个女生最漂亮？”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听到这话，大家都愣了下，然后齐刷刷地看着某个位置，但表情都是有些怪怪的。我随着全班人的视线也望了过去，发现是靠窗那排最后面的位置。难道最美的那个女生今天没来？我顾晨当然是要挑最美的。两个位置都是空的，所以我微笑着走了过去，在空位置上坐了下来。魏老师，我就坐在这里了。魏老师的表情有点怪怪的，讪讪地说道：“你喜欢就坐吧。好了，安静，以后要多照顾新同学，团结友爱，知道了吗？好了，接下来继续上课。”这个时候哪还有人有心思听课啊？女生都在探头探脑地偷看我，而男生则是带着打量和比较的意味看向我。下课后，我觉得无聊，便想去找陆菲菲，看看她在过什么逍遥的生活。走到2楼教学楼，我直接去第2个教室找陆菲菲。到了后，我环视一圈，果然看到了陆菲菲。可恶，她居然和一个无名男生卿卿我我，怎么说自己跟他现在也有婚约关系了？吃个醋也算是正常的吧。我心里想着，这陆菲菲太过分了，明知道自己第一天来学校，什么也不懂，哪都不熟悉，我都跟周淼走了那么远，也没见她过来找我，而是忙着跟小男生卿卿我我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此时我眼珠子一转，坏笑道：“陆菲菲，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，等着吧。”那位同学，你能不能帮我叫一下陆菲菲，就说她老公找她，拜托你了。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可爱萌吗？陆菲菲，你老公找你。原本还吵吵闹闹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，我都可以想象得到大家眼珠子凸出来的表情。几分钟后，就看到陆菲菲面无表情的走了过来，我对她招手示意自己在这里。顾晨，我就知道是你，你故意来捣蛋的是不是？陆菲菲，你只顾着跟别的男人说话，也不管我。等今晚回到陆家，我跟着干妈告状去。陆菲菲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顾晨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今早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下车就跑，电话也不接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费劲？”说完委屈地看着我，我并没有注意她幽怨的眼神，只是往她身后不停地瞄着。果然看见刚刚和陆菲菲在一起的那个男生也跟了出来，正在往这边看。果然如此。于是我坏心一起，直接一把搂住她。男生看见我这个动作，气红了脸，双手握拳也不敢上前，因为他记得陆大小姐的规矩。只是眼看我直接把她带走，气得咬了咬牙。我把她带离人群，陆菲菲终于反应过来了，把我放下她肩上的手拍下来，随后盯着我问道：“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，敢这么对我？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？”冤枉啊！我只是看你一直在跟一个男生很亲密，有点吃醋，所以才想到这个办法。只不过就是为了震慑那个男生，让他离你远点，也让同学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妻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请你吃饭。顾晨，你以后能不能老实点儿，别给我搞事成吗？我只想安安静静的上课，你能满足我这个愿望吗？于是我赶紧转移话题说：“你饿不饿？咱们去吃饭吧，吃完好去上课。”说完就带着陆菲菲往食堂跑。刚到食堂，陆菲菲看见了她的同学们，于是就冲我摆摆手，朝他们走过去了。只留下我一个人，正愁找不到桌子的时候，回头就看见一个女生安静的吃着饭。于是我主动过去询问说：“你好，同学，食堂没有位置了，咱俩可以拼个桌吗？”女孩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淡淡的回复一句：“好的。”坐下以后，我偷瞄着女生精致的脸，心里想着：这女生好漂亮，那种清冷的气息真的很吸引人。
令人忍不住要一探究竟。我没说话，只是快速的吃完饭。回到教室后，下午第一节上的是语文课。此时我发现，我许久不曾露面的同学也终于露面了。我定睛一看，这不是那个偏桌的小姐姐吗？于是我开心的小声对着同学说道：“好巧，咱俩又见面了。”女生没说话，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我，然后点点头表示记得。随后我有得寸进尺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我叫顾晨，我刚转来这个学校。”女孩默不作声，只是皱了皱眉。我看她不搭理我，反而有点叛逆，我更想跟她聊下去了。美女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最后女孩像是被我问烦了，才在纸上写了于心2个字，随后扔给我。我知道了她的名字，便不再烦她。这节课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催眠课，让我一直打瞌睡。相比之下，坐在我旁边的于心上课就挺认真了，我还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，终于熬到了下课。等老师一走出教室，我就伸了个懒腰，打算大补一觉。我趴下睡得不知天地为何物。等我被于心拍醒，发现整个班级就剩下我俩了。于心淡淡的开口：“放学了，你还要继续睡吗？”看我还是有点迷茫的样子，轻笑一声，随后又补充道：“再不走，门卫可就要锁门了。你确定今晚要在这里过夜吗？”我下意识摇摇头，赶紧起身准备离开。在准备离开教室的时候，我又回头对于心说道：“多谢你提醒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也快点走吧。女孩子太晚回家不安全，不是吗？”说完我就直接走了，留下于心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满脸笑意地盯着我离去的方向。等我离开教室后，准备给陆菲菲打个电话问她在哪儿。我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她都不接。陆菲菲又在搞什么东西？不是说好今晚回陆家的吗？等到我联系到陆菲菲的时候，陆菲菲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已经到老宅了，快点来，全家人就等你回来吃饭呢。”为什么不带着我一起走？陆菲菲，你行啊！等回了老宅，看我怎么跟干奶妈告你的状！你给我等着！我走到校门口打车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无聊地用脚踢着石子，然后就看见于心缓缓地从校园里走了出来。我俩看见彼此都一愣，默契地一同开口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正好他的司机开着黑车停在道边，于心正打算上车，但看我依旧在路边等着，他迟疑半晌，鼓起巨大的勇气，主动开口询问说：“你要上哪儿？用不用我送你？这个学校离市里还是挺远的。”不用，我的车也马上来了，你快就回去吧，明天见。哦。车子很快就开走，于心的车刚开走没多久，我的车就来了。去潭山院。没过一会儿就到了陆家老宅，我下车来到别墅铁门外，就看见一排的佣人站成一列，齐声喊着：“少爷欢迎回来。”然后我被这个大阵仗惊讶到，随后反应过来，对佣人们招了招手，就往里走。刚走进去，忽然响起砰砰砰的声音，吓了我一跳，好多彩带落在了我身上。阿晨回来了！看见我俩站在一起的画面，陆妈妈他们满意一笑，随后拉着我俩进了宴会厅。我见客厅被布置得很喜庆，还请了不少人来，一个个都穿得很隆重。我的眉头抽了抽，疑惑不解地看向陆菲菲。陆菲菲这时低声在我耳边说：“这是咱妈给咱俩办的订婚宴，因为我妈说反正择日不如撞日，正好咱俩也回来了，于是就决定今天办了吧。”这回接受这个事实了，不反抗了。这时陆菲菲刚准备回怼过来，但看见有宾客朝我俩这边走过来，于是微笑着挽上我的胳膊，掐了我一把。等客人走后，我俩纷纷又松开手，我俩又准备互怼的时候，就听见陆妈妈喊道：“阿晨，菲菲，你们在哪儿？快过来看！我给你们的订婚宴定做了一个好漂亮的蛋糕哦，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”听到这，我无奈扶额回复道：“来了，我们这就来。”边说边拽着陆菲菲就往蛋糕那边走。等我们到了那里，就看见有一个10层的蛋糕，非常漂亮，像城堡一样，简直就是女生都梦寐以求的蛋糕。我偷瞄了一下陆菲菲此时的表情，只见她眉眼弯弯的看着这个蛋糕，眼里满是喜悦。随后陆爸爸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郑重的嘱咐我道：“以后要好好照顾菲菲，知道了吗？爸爸把她交给你了，你可不能辜负她。”陆爷爷点头，平时威严的脸上也带着欢喜的笑容，接着说：“能看到你跟菲菲在一起，我就满足了。只要你俩和和美美，比什么都强啊！”说完也拍了下我的肩膀。陆菲菲听见这话，嘟了嘟嘴，表示不满。所以就没人问过我，到底想不想嫁给他吗？不过又看见爷爷严肃的眼神，也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说不要，就只能作罢。在此正式宣布，阿晨和菲菲正式订婚。为了培养二人的感情，并且二人也还没毕业，所以暂时不急着结婚。等到陆菲菲毕业以后，就可以到国外结婚了。陆菲菲在旁边无语地瞪了我一眼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想跟我结婚？我都没嫌弃你呢。
你居然嫌弃起我来了。这时陆菲菲示意我低头。阿晨，你该不会一直暗恋我吧？所以才这么想娶我。我本来还因为他的靠近以及难得温柔的语气心跳加速，但我又不想承认，于是瞥了他一眼，拉开距离说道：大小姐，做人不能这么自恋吧？谁暗恋你啊？我也是被迫的好吗？那既然你也不愿意，那行，我们一起反抗。我相信陆爸爸那么疼你，肯定不会非逼着你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吧？你只要找陆爸爸哭诉几句，陆爸爸心一软，没准儿就不用结了。听到最后一句，陆菲菲皱了下眉，不服气的回怼道：那凭什么不能你提出来咱俩不合适，一定得我提呢？我这时逆反心理也上来了，于是说道：我就不提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随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他一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订婚是铁打的事实了。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认命吧。你居然会认命？我摊开双手耸耸肩，我都已经接受了。陆菲菲，你担心什么呢？我们正式结婚的话，也得等咱们都毕业以后，这其中说不定就有别的变数了。万一就不用结了呢？听完我的一番开解，陆菲菲转忧为喜。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结婚就结婚喽，多一个老公而已，没什么不好的。你干嘛？阿晨，你太低估我了，我看你根本就不了解女人，想不想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没想到你这么主动啊，亲爱的阿晨，既然你这么热情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我正想继续下去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强烈的瞩目感，我立刻松开头。我俩发现几乎在场的来宾都看着我们，我耳根一下红了。天啊！我俩刚刚闹得忘乎所以，都忘记了还在订婚宴上。这下真是糗大了！身后传来长辈们的善意的笑声，急忙拉着陆菲菲出去了。都怪你，大庭广众的居然壁咚我，这下好了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你说怎么办吧？我不以为然的回复说：现在追究这些有什么意义？反正也是我们的订婚宴，我们亲热一点怎么了？正好回到了高级公寓，等我俩走到门口时，我低头用指纹开门。这时陆菲菲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我妈。陆菲菲看到来电就有点头疼，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喂，菲菲啊，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了，你那个公寓我让人改造了一下。你们是未婚夫妻了，以后就睡一间房，这样感情才能尽快的培养起来，知道吗？改造了一下，妈妈，你是怎么让人进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我进屋环顾四周，感觉不对劲后，看向陆菲菲，询问说：房间咋变成这样了？家里进贼了？陆菲菲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轻笑一声：妈，你不会把阿晨房间也改了吧？那当然要啊！陆妈妈理直气壮的回复：我可不准你们分房睡，以后你们要睡在一起，知道了吗？不听话的话，我马上送你们到国外。国外结婚的可早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买了一些礼物，放在床上给你们。电话那头的陆妈妈笑得有些神秘。等会儿你们自己拆吧，我不打扰你们休息了，晚安，么么哒。说完电话立即挂断。陆菲菲听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等我俩一起进了卧室，就看到床铺上放着一个箱子，还挺大的，啥礼物？我开心的打开箱子，干妈对咱还挺好的，竟然是气球，买了一箱气球。不是，干妈买这么多气球干什么？挂断电话的陆菲菲看着我震惊的表情，好奇的凑过来：是什么东西啊？至于让你这么好奇吗？等他看到箱子里的东西，红了脸，眼神飘忽，沉默不语，两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儿，随后相视一笑。我看向这个箱子说道：这箱子里也有几百个了，给我们这么多，得用到什么时候？谁要跟你用啊？你怎么这么自恋？害羞什么？反正都是未婚夫妻了。顾晨，你这个流氓！我俩打闹一阵，随后我问道：那咱们今晚咋办？陆菲菲笑容瞬间僵住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好办法。我沉默片刻，随后提议说：时间也不早了，你睡床，我出去睡沙发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晚安，好梦。也不等陆菲菲回应我，我就去客厅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洗漱完，坐在沙发上，一边等着陆菲菲，一边玩着手机打发时间。
我玩了好久都不见陆菲菲出来，于是我就敲敲门。见没有动静，我推门而入。陆菲菲，陆菲菲，快醒醒，上学要迟到了。知道了。没过一会儿，陆菲菲穿戴好从卧室出来，对我说道：“快走吧。”我点点头。于是我俩飞速的朝学校开去。到了学校，还有5分钟上课，我坐在座位上，高兴的想到：太好了，没有迟到。走啊！于心淡淡回我一句：“走。”然后又朝我笑了一下，只是嘴角轻勾，就让我失神片刻。随后上课铃声响起，老师进来开始上课，开启了日常枯燥的一天。我上课上到一半，觉得实在烦得慌，有点不在状态，于是就直接找了个借口，直接溜了，打算出校门转转。走到大门那里，我正准备出校门的时候，被门卫拦住。门卫大叔一板一眼的说道：“同学，你不能出去，请出示一下请假条。”我回复说：“我没有请假条，但是我确实有点事要出去一趟，我都跟我们导员说好了。”我只认请假纸，你没有就出不去这个校园。或者你给你们班主任打个电话，电话跟我说明一下也可以。本来我就是逃课，我再给导员打电话，那我还能看见明天的太阳了吗？这个门卫可真严。我没说话，直接走了。我找了一个后墙，直接翻了出去。出去以后，我头脑一热，给校长打了个电话说：“喂，校长，我是顾晨，咱学校的门卫可真是尽职尽责。”说完，也不管校长那边的答复，直接挂断电话，回到高级公寓补觉去了。阿晨这孩子怎么突然提保安？发生什么了？哎，算了，我先给安保队长打个电话问问吧。喂，是安保处吗？听说你们安保处十分尽职尽责，查查怎么回事，处理好这件事。安保队长一脸懵，尽职尽责也不像是夸我们的语气啊，难道是谁惹事了？真能给我找麻烦，我去看看到底是谁值班，大不了开了算了。就算我会错意了，校长也不会因为一个小小门卫为难我的。万一真是谁惹事儿了，我还留着这个人，那我可担待不起责任。那个拦住我的门卫突然被约谈，他的上司洋洋洒洒跟他说了很多，他都没记住，最后只记得这一句话：明天你不用来了。他不敢置信地看向他的领导，而领导躲避掉他的眼神，心里也是十分愧疚。门卫呆愣地站在原地，原来自己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也是错误的。这时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：“大叔，您在这儿干什么？”门卫转头，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少女站在他身边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大小姐。”门卫立马恭敬地喊了一句。周淼听着门卫的话笑出声：“我才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只是一个家境普通的人，所以大叔你不用对我这么恭敬。”大叔听完立即联系起这个女生，原来她跟自己一样都是普通人。谢谢你，小姑娘，你要好好学习，争取以后有更远大的前程。同时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只是要离职了，心里有点感慨而已。大叔并没打算细说，可架不住小姑娘不停的询问，最后只能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周淼听完以后直皱眉，最后安慰大叔说：“没事的，大叔，我都知道了，你今天先回去休息吧，这件事会有一个答案的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”没等大叔回复，他就朝教学楼跑去，直冲我的所在的教室走去。到了以后，随便拉住一个要进教室的女生：“同学你好，帮我叫一下顾晨可以吗？”女孩点点头，随后进教室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出来歉意的看向他回复：“不好意思，顾晨不在教室里，要么你等到过段时间再来吧。”谢谢你，我知道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神清气爽的起来，跟着陆菲菲去了学校。进学校门的时候，习惯性看了一眼，看见一个陌生的脸，我愣了一下，随后也没多想，直接就进教学楼了。刚进教学楼就看见周淼在前面，我兴高采烈走向前跟周淼问好：“好久不见，早上好，周淼。”周淼听到这话皱了皱眉，没搭理我，然后不满的盯着我，我被他盯得不太舒服，于是回复：“你怎么了？谁招惹你了？说出来，我替你报仇。”周淼开口说：“哪有人招惹我，只是我心情不太好罢了。我也不能做些什么，不像你顾大少爷，世界都围着你转，你不高兴，总得有人要付出代价，不是吗？”随后他没看我一眼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我被周淼这种阴阳怪气的态度弄得一愣，真是莫名其妙的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！我进了上课的教室坐下，心里闷闷不乐。于心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主动开口询问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感激的看向于心：“你说周淼到底为什么那么生气？”于心被我问得愣住了，沉默了许久。我看他有点迷茫的眼神，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没说这件事的全过程。这脑子，哎。于心听完后露出思索的神情：“我记得你前面跟我说过，你昨天偷溜出去后给校长打了通电话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了？”我回想了一下道：“也没说什么，就是当时脑子一热就给校长打了个电话，说安保处的人还真是尽职尽责啊，
我也没说什么。于心沉默片刻，轻叹了一口气，给我说道：“我猜是校长接到你的电话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询问下面的人了。下面的人估计是会错意了，而周淼生气，我猜很可能是感同身受吧。”什么意思？我不解地看着他。你不知道吗？确定自己跟周淼的关系很不错。求你跟我讲讲吧。于是于心给我科普说，周淼因为他的高考成绩非常好，被学校挖了过来，学校给了他很高的奖学金，而他之所以接受了，是因为他家很穷。听到这我惊讶道：“真的吗？我看周淼的穿着根本就不像穷学生，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看起来像大家闺秀，所以什么衣服穿在他身上都不显廉价。”于心继续说道：“这当然是真的，很多人都知道他家境一般，又是单亲家庭，好像是他妈妈以前打工的时候被有钱人欺负过，所以他对有钱人很反感。”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猛料，心里想，难怪刚刚对我这个态度，八成是误会我什么了。你这几天也经常能在校园里看见有男生向他表白吧？这些男生基本上都是富二代，所以可想而知，肯定是被直接拒绝了。那如果不是富二代向他表白，他的态度难道就不一样了？这就不知道了，好像没有遇过这种情况。我们大学是贵族学校，一般能进来的都非富即贵，只有少数的人是靠成绩优异特招进来的。但这些成绩好的男生都会比较自卑，肯定不敢去跟他表白。我了然的点点头。通过于心的点拨，我慢慢想通了。难怪周淼刚才那么生气，大概是联想到了他母亲被人欺负的过程吧。所以通过你说的，我觉得他大概误会你了，以为你心情不好，欺负门卫了吧？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，当时确实有一点不爽，但我也不是那种因为心情不好就随便仗势欺人的那种纨绔啊。紧接着于心叹了口气，清冷的声音又响起：“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见了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，有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了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”你想做什么？突然间，我们感觉周围莫名安静下来，抬头就看见讲台上的老师盯着我们。同学，你们干扰到别的同学学习了，你们要讲，出去讲。我俩对视一眼，然后老老实实的闭嘴听课。等到下课后，我就飞一般的跑去找周淼去了。教室门口，我叫住了一个女生：“你好，帮我叫下周淼，就说顾晨找他，谢谢。”咦，是你啊？今天这么早来告白啦？不错哦，这么有诚意，我看好你哦。我找他不是干这个，哎，反正你帮我叫下他。看在你这么帅气的份上，我帮你一把。我觉得你挺有机会的，好好把握哦。周淼，外面有个很帅的男生，他说叫顾晨。我在外面等着，还担心周淼会不会不出来，没想到他真的出来了。你有事吗？他的态度有些冷淡，这让我心里不太舒服，觉得他还在误会我。你给我几分钟时间，咱们出去说。于是我们走出教室，走到教学楼旁边的空地上，我左右看了看，确认没人围观后，面对着他郑重地说：“关于那个门卫的事，我没做过这种事，并不是我授意的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但是周淼，你今天很过分，你根本不清楚整件事的起因，就把罪过按到我身上，你觉得对我公平吗？”说完，我转身打算走。周淼看着我，他被我的认真震惊了。见我要走，他突然小跑几步，挽着我的手臂，说了声：“对不起。”我顿了下，却没有回头。他又说了一遍：“对不起。”他听我解释完，就知道自己错怪我了。原以为我也像其他男生那样是有目的接近他的，所以他下意识的把我当成那种借着权势欺负他人的男生。他也没想到我会那么认真的向他解释门卫这件事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温柔的笑了。这次我扭过身，故意说：“你的道歉我听到了，但我暂时不想原谅你。”说完，我甩掉他的手离开了。周淼定定地望着我的背影，久久没有收回视线。然后我去了校长办公室。虽然上课铃声已经敲响，但我无暇顾及，闯进了校长办公室，直接开口说：“说，我有事找你。”不好意思，我没拦住顾少。校长痛得捂着额头，本来生气的要开口骂人，可看到来人是我后，又立刻换成了笑脸。是顾少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快点过来坐。你先出去一下，我和顾少谈点事情。秘书目瞪口呆，大概他第一次看到校长对一个学生这么亲近，如此宠溺。回过神来，在校长的眼神示意下，他赶紧出去了。坐下。我直接走到他桌子面前，一拍桌子说：“叔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只是夸咱们学校的门卫尽职尽责而已。是，我承认，我昨天语气确实不好，但我真不是那个意思啊！开除？我只是让安保队长去了解一下情况啊，我没有说开除啊。我不想辞掉他。叔，你重新聘请那个门卫，让他回来工作。叔，你让他回来工作，他真的挺尽职尽责的，
有这样爱岗敬业的员工，我们应该骄傲才对。校长思索片刻，那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，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。但是顾晨，你以后不可以这样，一气之下就到处找人说气话。既然都是成年人了，要学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。我被校长这几句话镇住了，随后开始反思起来。等我想明白以后，我朝校长鞠了个躬，说：“叔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，要不你再给那个门卫聘请回来之后涨点工资吧。当然，这个钱我掏了，以我个人名义来发的。”说完，我就拿起手机给校长把钱转了过去。随后我离开校长室，我走出了校长室，浑身轻松。这件事解决完了，我不由得松了口气，嘴里哼着歌，边哼边往教学楼走去。正走着就遇到陆菲菲了。我好奇地看着陆菲菲，你这要去哪儿？陆菲菲停下来也不说话，只是双手环胸盯着我看了好久。我被她盯得莫名其妙，她终于开口说：“你去校长办公室干嘛了？你去校长办公室是为了那个周淼，对不对？你说话！”什么？你认识周淼？陆菲菲抿了一下粉唇，闷声说：“他跟我有过节，我能不认识他吗？”随后又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：“顾晨，你这个渣男，看到一个长得好看的女生就不顾一切地扑上去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之前说的小姐姐，原来是周淼啊！还有之前你突然要下车，合着也是因为看到了周淼，所以才撇下我，对吗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要是看不上我，你直说好吧，我又不会死缠烂打的缠着你。”说完，泪眼朦胧地看着我。我看见陆菲菲哭了，也有点心疼，随后温声带形解释道：“菲菲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不是，只是把她当朋友而已。”朋友？你们拉拉扯扯的视频都传遍整个学校了，现在谁不知道你是周淼第一个另眼相待的男生啊？什么视频？什么拉拉扯扯？陆菲菲拿出手机，把一条视频播放给我看。我凑近一看，视频里居然是我刚刚跟周淼谈话的场景，只不过因为距离太远，听不到我们说什么，却能看到我们之间的动作。不知情的人肯定会觉得我们之间有点暧昧。不是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去找他了？是不是跟他拉拉扯扯了？还有你之前说给你指路，你想答谢他，想找他吃饭的那个人，就是他，对不对？你刚认识他几天啊，就这么喜欢他了？那他到底知不知道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？他用手一下一下地捶打着我的胸口，我默不作声，心里突然感觉很累，抬手抹了一把脸，想到我也很委屈，今天莫名其妙被周淼误会也就算了，没想到连陆菲菲也不信任我。陆菲菲其实就躲在楼梯的角落里，她抬头看了一眼，没看见我追过来，生气地把头藏进膝盖里。顾晨，你这个大笨蛋！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，陆菲菲压抑着声音呜咽地哭着。自己都有多久没这样哭过了？她从小就是家人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多委屈了？还有顾晨那家伙，他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她越想越生气，越想也越委屈，不知道哭了多久。就在这时，一双修长的腿出现在了陆菲菲模糊的视野里。菲菲，终于有脑子了，来找自己了。她哭得好惨，就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兔子。你还好吧？我从怔愣中回过神来，而陆菲菲顿时觉得也有点尴尬，不想被我看到自己这么狼狈的样子。喂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听着那声音皱了下眉，问道：“你躲在这里哭了多久？”陆菲菲没有回答，她站起来，随后对我说：“走吧，出去说。”两人走在空荡的校道上，因为是上课时间，所以四周都没人，冷冷清清的。陆菲菲，我问她：“你要回教室吗？”她想了想，摇头说道：“不了，不想回去。”就算看不到，她也猜得到自己现在的眼睛哭得有多红。要是回去，其他同学也会好奇。虽然校园是挺大的，但走来走去也挺引人瞩目的，所以我俩就走到了一个小公园里。随后我俩同时开口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”随后两人都愣了一下，又相视一笑。对不起，菲菲，我不应该这么对你。其实我跟周淼只是朋友，我从来没想到让他成为咱俩之间的隔阂。还有之前我说的，跟他吃饭只是为了感谢他。再就是那段视频，我其实当时都已经准备走了，是他伸手拉住我。到后来，我俩一直保持距离。我也有错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其实我也是有点吃醋，觉得阿晨跟周淼走得太近了。
都忽略我了，我才会这么伤心的。虽然我还是很生气，但是呢，你毕竟到了后面在楼梯间找到我了，表现得不错，并且我也错怪你了。那么功过相抵，我原谅你了。咱俩直接回家。你这个眼睛得回家好好冰敷处理一下，不然第二天你这眼睛就要变成熊猫喽。陆菲菲听完我的话，又瞪了我一眼，我笑出了声，揽住她的肩，准备回家。回到家以后，收拾了一下，今天也累了一天，我俩也就收拾收拾睡了。等到第二天到了学校，我走到教学楼，又看见周淼的背影出现在我眼前。于是跟陆菲菲报备，我过去跟周淼说几句话，昨天那个事儿还没说完。说完担心陆菲菲再生气，于是快速补充了一句：很快，5分钟之内回来。说完以后，我立即跑了过去，只留下陆菲菲轻哼一声，走到旁边等我。周淼，等一下。我叫住周淼，周淼回头微笑的跟我说：早上好啊，顾晨。早上好。关于门卫的事情，他听我说完，惊讶的回复说：没想到你真的找校长了。我已经让校长把门卫返聘回来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周淼又跟我道歉说：我真的错怪你了，实在抱歉啊。都小事。好了，我要回教室了，先走一步，拜拜。说完就找陆菲菲一起离开了。此时我也走到自己的教室，与陆菲菲分别。我刚准备进教室，就看见周淼的身影路过。快到上课时间了，周淼怎么不回教室上课呢？只剩1分钟了。于是我好奇地跟上。另一边，陆菲菲一落座，脸上的笑意消失，又冷淡了下来。吴倩，吴倩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，小心询问道：大小姐。陆菲菲纤细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敲打着，看上去非常烦躁，半晌了才开口：你去3楼第2个教室，帮我办一件事。是。吴倩恭顺地应着，等待她的后话。你去看看顾晨现在在不在教室，以及都跟谁在说话，有任何情况都告诉我，但不准让他知道你的存在，听到了吗？明白了。陆菲菲挥挥手，面上的表情像是放松了些，露出一抹微笑。我马上就去。吴倩边说边跑出了教室。然而她走出教室没多远，就遇到了上来的白清让。白清让是大2新生里最帅的男生，是陆菲菲的头号爱慕者，以陆菲菲的男朋友自居。一看到白清让，吴倩就赶紧讨好的唤道：姐夫，来找大小姐啊！大小姐正等着你呢。白清让生的冷白，不笑时自带疏离感，可一旦笑起来，那点清冷便瞬间化开。他点点头问道：你这是要去哪儿？给他买东西吗？不是的，大小姐要我去3楼第2个教室帮她找一个人。找谁？男还是女？男的，叫顾晨。吴倩平时都很能讨好大小姐身边的男人，所以是有问必答。顾晨，他跟陆菲菲是什么关系？吴倩为难地说道：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按照大小姐的吩咐去做而已。如果有消息的话，她是不会隐瞒白清让的。虽然不知道他会在大小姐身边待多久，但给点好处拉拢下关系，也是一种收买的手段，以后指不定会用得上呢。他突然笑了起来，对吴倩说道：我有点口渴，你先帮我去小卖铺买点饮料，给菲菲姐也带份。看吴倩有些犹豫的样子，白清让眼睛一瞪：是顾晨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你自己掂量。看着白清让高傲的神态，吴倩想着，最近白清让那么得宠，说不定会突破记录，成为待在陆菲菲身边最久的男人呢。而且最近大小姐也没有腻的意思，又没有新目标，所以权衡了下，还是觉得白清让重要一点。于是赶紧狗腿地说：那还用说，当然是你最重要，我马上就去买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菲菲姐不会生气的。你先买完饮料回来，再去找那个什么顾晨也来得及。那是当然了，姐夫你一句话顶得过别人的10句话呢。好了，你快点去，别贫嘴了。看着吴倩走远了，确实是去小卖部的方向，白清让才收回视线，慢悠悠地走向了教室。菲菲姐，一进门就朝陆菲菲的方向走过去。陆菲菲旁边的桌子一直都空着的，其实就是专门留给她朋友过来使用的。白清让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，一把搂住她的肩膀，熟春地贴着她。没听到陆菲菲的回应，他才发现到教室里的气氛怪怪的。抬起头，看到陆菲菲面无表情的脸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他一副贴心的样子问道：菲菲姐，你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陆菲菲本来就有点烦躁，看到他来了，只觉得更烦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了。白清让深情地盯着他说道。陆菲菲却没注意，他整副的心思像是被什么勾走了。白清让心里不满，但不敢表现出来。男人的直觉告诉他，直觉告诉我，陆菲菲现在想的一定是顾晨。没一会儿，吴倩就买了饮料回来，气喘吁吁地停在门口，缓了口气，两手各握着一瓶饮料走过去。大
大小姐，饮料。他说着把饮料放到了两人的面前。陆菲菲的视线从饮料上移到了吴倩的脸上。我有叫你去买饮料吗？是我让他去买的。我心疼你，怕你渴。空气仿佛凝固了半秒，突然间，陆菲菲疏离的扫他一眼，毫不留情的说道：“你从我面前消失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”白清让震惊又错愕的看着他，像是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。菲菲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赶我走。然而他失算了，陆菲菲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哄他。不要再让我说第二遍。我刚刚让你去做的事，你办好了没？没有，大小姐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就去。白清让此时看着陆菲菲说道：“所以你刚刚的意思是，你要跟我分手？”仿佛一定要问个明白，他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。对，陆菲菲点头回应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为什么他能这么无情？虽然以前就听说过陆大小姐不是个专一的人，跟你交往的时候可以对你很好，但分手后很无情。别妄想着他会念及曾经的感情，而对你有所在乎，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。陆菲菲的这句话对白清让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，可是对于别的男生来说，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了。尤其是班上的男生，哪个不是为了接近陆大小姐，挤破头皮才能进入这个班的？就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现在可好了，陆大小姐又单身了，那他们可就都有机会了。于是他们对白清让就不客气了，甚至还嘲讽说：“滚出去！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大小姐都叫你走了，你还死皮赖脸的缠着，快点走，以后你不准进我们班。”就是，没看出陆菲菲都嫌弃你了吗？你还当自己是谁啊？快点滚！不要在这里碍陆菲菲的眼。白清让脸色煞白，他哪里承受过这样的屈辱？从进了尚德开始，他长得帅气，加上机缘巧合之下，很快就成为了大小姐的男朋友，也因此成为了新一任的校草。因为尚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陆大小姐的男朋友就默认为尚德的校草。他一直享受着这份荣誉，觉得自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可是之前被捧得多高，现在就摔得有多重。白清让终于承受不住这些刻薄的话，直接跑了出去。陆菲菲看都不看一眼，但平静的眼神扫视了一圈，顿时所有人都闭嘴了。他现在心里很不安，说不出的不安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他忍不住的想着，正打算起身的时候，吴倩就已经急匆匆的跑过来。大小姐，你要我找的人他不在班里，我问过他班上的同学，说他刚进教室直接就出去了，然后就没回来过。陆菲菲语气疏离。什么？他没回班里？那他去哪儿了？难怪一直觉得那么不安了，果然不好的预感灵验了。这个我也不清楚啊。他心里不禁感到疑惑，这个叫顾晨的男生到底跟陆菲菲是什么关系？居然能让陆菲菲这么在意他。陆菲菲皱了皱眉，站了起来说道：“就算翻遍整个学校，也要把他找出来。”这男的该不会得罪了陆菲菲了吧？也是第一次见陆菲菲发这么大的脾气，脸色难看成这个样子。吴倩额角冒着冷汗，心想班上围观的同学都是一脸的疑惑，好奇发生什么事了。大小姐要找谁，但没人敢上去问，更不敢乱出声了。此刻的大小姐浑身散发出生人莫近的气息。等陆菲菲出了教室，大家面面相觑，然后压低声音讨论。看到没，大小姐的脸色好阴沉啊，我好像从没有见她这么生气过。你说她要找的那个人是不是做什么事惹怒她了？看样子是，那人惨喽。陆菲菲发起脾气来是很可怕的。就是说呀，吴倩之所以能成为大小姐的跟班，除了会拍马屁以外，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。很快就去门卫那边打听了。陆菲菲此时在走廊，心情焦躁不安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又随便找了教室坐下，等着吴倩回来。吴倩回来汇报，今天没有学生中途离开过学校，所以说顾晨还在学校里面。得到这个消息，陆菲菲的脸色好像才好一些，便让吴倩吩咐下去，就像她所说的那样，翻遍了整个校园，也要把顾晨给找出来。虽然尚德的校园非常大，但以陆菲菲的势力，要找一个人出来并不难，甚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但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得到的结果竟是找不到顾晨。他生气地瞪向吴倩，怎么会找不到？吴倩的额头一直冒着冷汗，但都没敢擦，怯怯地说道：“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就连老师的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都找了，可就是没找到人，可能已经不在学校了。”不在学校了？难道他还有翅膀能飞出去？门卫都说没见过顾晨离开学校，他除了还在学校里，不然还能跑哪儿去？这大小姐我也想不通啊。对了，也可能是他有别的方法离开学校，没有让门卫发现到他的方法，或者没有从正门离开，所以门卫没有看到他。陆菲菲沉思片刻，没有接话。他才刚来尚德，不可能知道别的方法能够出去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但这是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了。不然的话，
顾晨怎么可能又凭空消失了？我不信鬼神，所以不觉得是发生了灵异事件。但顾晨也没告诉我他到底上哪儿了，就这样莫名其妙不见。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就怕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故，他不敢细想。吴倩也算是上得的万事通了，关于学校的事他都能知道位一二，所以很快的整理了出来。不从学校正门离开的话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被人发觉的离开学校？对了，大小姐，学校不是有监控录像的吗？从这几个地方找，说不定就有线索了。陆菲菲一时着急，也忘记了这件事，便点头说道：“就这么办，现在就去查监控录像。”吴倩为难地看着他说：“可是监控录像只有校长有权限可以看，我没资格去查监控录像，所以只能由大小姐亲自出马。”陆菲菲淡声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便朝校长办公室走去。吴倩赶紧跟了上去。校长办公室里办公桌后面的椅子被陆菲菲给霸占了。陆大小姐，这个就是学校的监控系统，一共有300个监控点，你可以随便查看。300个，居然这么多！陆菲菲皱起了眉头。吴倩一看她的表情，就知道什么意思，便上前说道：“大小姐，不然让我来找吧。”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吴倩有些错愕，但也不敢说什么，便又退回一步，站在后面等待命令。陆菲菲细长的手指灵巧地在键盘上敲击，明明是第一次接触这个系统，但她好像很熟悉一般，并没有问校长怎么操作，自己便能熟练地控制起来。吴倩看得目瞪口呆。虽然大小姐对电脑的使用只有玩游戏的程度，但从操作上简直就是了如指掌。吴倩她跟了大小姐这么久，却从来不知道，原来大小姐还这么厉害。很快陆菲菲调出了吴倩所说的那几个地点，同时放了6个视频出来。时间快进，她仿佛能一目十行，眼睛不眨地盯着几个视频。吴倩自己站在后面，看得眼睛都快花了，只不过看了10分钟，她就觉得眼睛好涩好干。但陆菲菲却像是完全不受影响一般，又快进了速度。又过了10分钟，吴倩感觉头脑发胀，快要受不了，但她不敢偷懒，还盯着视频看。突然陆菲菲大声道：“找到了！”吴倩吓了一跳，连忙缩到屏幕前，只见监控画面里，我正慢悠悠地从校园后山的小路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瓶刚买的汽水，一脸悠闲。陆菲菲指尖用力敲了敲桌面，紧绷的脸色终于松了半分，又气又笑的低声骂道：“他居然躲去后山了！顾晨，你这个混蛋，给我找得快疯了！”吴倩看着大小姐又急又恼的模样，忍不住小声问：“大小姐，现在要去后山找他吗？”陆菲菲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慌乱，起身就往外走。当然去找，我倒要问问他，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躲起来，还让全校都跟着乱找。我在后山吹了会儿风，正打算回教室，就看见陆菲菲快步朝我走来，她眼眶微微泛红，一看就是急坏了。我心里一软，刚想开口道歉，陆菲菲，她就径直走到我面前，抬手轻轻捶了一下我的胸口。顾晨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我以为你出事了，翻遍了整个学校，连监控都查了，你居然躲在这里偷懒。我就是上课太闷，想出来透透气，没想到让你这么着急，对不起菲菲。我连忙握住她的手，轻声解释。她瞪了我一眼，却没有抽回手。下次不许这样了，就算要出去，也要告诉我一声。我笑着点头，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。知道了，我的未婚妻。听到未婚妻3个字，陆菲菲的脸颊瞬间泛红，轻轻推了我一下。谁是你的未婚妻？少臭美！看着她娇羞的模样，我心里满是暖意。从被迫订婚到同居打闹，再到因为周苗产生误会，我才发现自己早就喜欢上了这个从小吵到大的青梅。周淼那边我也已经彻底说清楚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他也理解了我的心意，笑着祝福我和陆菲菲。于信依旧是那副清冷模样，偶尔会和我打招呼，我们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同学距离。至于那个因误会导致被开除的门卫，我不仅让校长把他返聘回来，还自掏腰包给他涨了工资。门卫大叔连连道谢，我也终于明白，不能仗着家事随意行事，要学会尊重每一个人。陆菲菲也和白清让彻底划清界限，专心和我相处。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贪玩任性，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放学，一起回公寓，偶尔拌嘴，却总能很快和好。很快我们顺利毕业，陆家没有再催促，而是尊重我们的意愿。在我们都做好准备后，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。婚礼当天，陆菲菲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眉眼弯弯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温柔。我牵着她的手，在亲友的祝福声中郑重承诺。陆菲菲，从小吵到大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冤家，可现在我才知道，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珍惜的人。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顾晨，我愿意。
陆菲菲眼眶湿润，笑着回应。陆爸爸、陆妈妈和陆爷爷坐在台下，满脸欣慰，家里的佣人也都笑着鼓掌。周淼和于心作为宾客，也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。婚后，我们依旧像恋爱时一样甜蜜，偶尔会想起小时候吵架的趣事。我终于明白，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相遇，而是青梅的陪伴，是吵吵闹闹后依然想和对方共度一生。从此，我和陆菲菲相守相伴，认真生活，珍惜彼此，把日子过成了最幸福的模样。